清洁工为帮孩子越狱而上吊自尽，尸体被推进了研究所的焚化炉，但他临死前留下的视频证据，此刻正在警局的电脑屏幕上无声控诉着研究所的罪行。视频中，莫林介绍研究所内有一种装置，吸取孩子们的异能，这样的孩子被当作燃料，一旦异能枯竭就会变成植物人，最终像垃圾一样被送进焚化炉。警长老黑和詹姆看完视频后，彻底相信了卢克的话，要攻破那种守卫级别的研究所，至少需要一支装备精良的特警队，靠他们几个警察可做不到。卢克焦急研究所里每天都有孩子死去，不能浪费太多的时间。老黑当机立断，决定亲自驾车前往波特兰，那里有他相熟的联邦特工。他命令警员科尔留守警局，自己则带着詹姆和卢克离开。就在转身的瞬间，科尔掏出手枪扣动了扳机，鲜血从老黑胸口喷涌而出。看到老黑倒在血泊中没有了呼吸，科尔也显得很是无奈。他和老黑已经共事了20多年，但他不得不下手杀死他。科尔扔出手铐，让两人靠在椅子上后，掏出手机拨通了安保主任豪斯的电话。詹姆注意到办公桌上散落的回形针，他压低声音让卢克尝试用异能取来，但卢克的异能无法自由控制，需要情绪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才能用出，尝试了2次都失败了。科尔挂断电话后，拖着老黑的尸体走向储物间，血痕在地板上拖出长长的轨迹。詹姆凑到卢克耳边，让他想想那些还在研究所受苦的孩子。卢克闭上眼睛，回忆研究所内的画面，剧烈的情绪波动让他的异能终于爆发。桌上的回形针哗啦啦散落一地。当科尔返回时，詹姆已经用脚尖勾回了一枚，正借着身体掩护，悄悄撬着手铐。警局后门传来3声有节奏的敲门声，科尔如释重负地前去应门。詹姆迅速撬开了2人的手铐。当辛斯比带着2名全副武装的手下踏入警局时，椅子上只留下2副空荡荡的手铐。詹姆带着卢克来到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店主正是他曾经从劫匪手中救下的店员。詹姆最近刚搬到小镇租房子住下，收到租房，想租房子，推荐能和房东直接租的8同城，没有中介费。此时全镇通讯都被切断，店员二话不说将他们藏进了储藏室的地窖。不久，科尔带着人找来，店员镇定了，谎称看到詹姆驾车往波特兰方向驶去。看到这伙人的手机能够使用，更是证明了詹姆的清白。齐斯比等人离去后，店员拿给了詹姆一支霰弹枪防身，感谢他之前的救命之恩。就在卢克刚离开小店不久，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此刻远在研究所的实验室内，博士正对迪克森进行着异能激发的实验。这个孩子在濒临崩溃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波，强化玻璃舱瞬间炸成碎片。昏迷前的最后一刻，迪克森的异能如涟一般扩散，让卢克在几公里外都感受到了这股波动。博士兴奋地记录着数据，迪克森一人的异能强度竟远超后半区所有孩子的总和。这个发现意味着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能源核心。当晚，迪克森被送往后半区地下室，而曾经活泼的卡丽莎如今已变成眼神空洞的躯壳。迪克森握住尼克的手，用残存的异能唤醒了对方，希望卡丽莎能坚持下去，他能断断续续联系到逃到小镇的卢克。虽然对方无法回复的能力，但坚信卢克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们救出去。与此同时，詹姆冒险联系了对他有好感的女警安娜。面对这个荒谬的故事，安娜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詹姆精神失常。直到卢克指出全镇通讯中断的异常，以及研究所不惜一切代价追捕他的事实，安娜才逐渐动摇。就在他犹豫之际，科尔的敲门声突然响起。安娜慌忙将2人藏进储物间。原来狡猾的辛斯比始终对店员的证词存疑，让手下前往波士顿，自己塞了个回马枪。而知道詹姆和安娜之间关系的科尔，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这个突破口。就在科尔拉开储物间门时，霰弹枪枪管直接对准了他的脑袋。安娜上前去夺枪，却被科尔一个反手背住脖颈作为人质。对峙时，安娜挣脱束缚，2人同时扣动扳机，科尔胸口绽开血花，轰然倒地，詹姆的左臂也被子弹擦过。一旁的辛斯比原本还想否认，直到卢克说出那个 U 盘记录了研究所的一切罪行。辛斯比嘲讽他们就是在瞎子摸象，摸到一个象腿就以为自己了解了一切。在逼问下，辛斯比终于说出研究所的真相。研究所确实策划了多起完美的暗杀，但关键在于那些目标是谁。3天前坠毁的那架私人飞机里坐着的是马克·威尔逊参议员。如果让他活到9年后，这个狂热的鹰派分子会成为国防部长，并说服总统对朝鲜发动核打击。导弹途经俄罗斯领空时会被误判为袭击，继而引发全球核战争。这场浩劫将夺去数十亿生命。虽然说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异能者除了卢克所知的心灵感应和心灵操控外，还存在极少数拥有预知能力的先知。正是这些先知预见的未来碎片，
让研究所高层确信必须通过暗杀改变历史进程。研究所成立的真正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那些会引发末日浩劫的关键人物，通过精心设计的意外将其消除。70年来，他们以这种方式阻止了超过500场潜在的灾难。虽然这些行动夺走了500多条生命，但换来的却是数十亿人得以继续生存的权利。所以他不会有良心不安，也不会为那些死去的孩子感到难过，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在拯救世界。核爆后的城市化为废墟，大气层布满辐射尘，99%的动植物灭绝。相比之下，几百条人命和几个孩子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辛斯比甚至让卢克对自己使用读心术判断自己话语的真伪。卢克的读心能力清楚地告诉他，辛斯比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发自内心地相信着。詹姆握枪的手微微颤抖，他无法接受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但辛斯比的话语却精准戳中了他的软肋。詹姆逃到这个小镇躲避过去，就是为因为当年在波士顿，这是他开枪击毙了一个准备制造校园屠杀的持械少年。本质上，他和研究所采取的是同样的逻辑，牺牲少数，拯救多数。如果詹姆和卢克离开小镇，执意公开真相，只会对世界造成更大的危险。现在选择权在两人手中，是要当道德完人看着世界毁灭，还是背负罪孽守护人类？